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本频道。今天要解说的是《零日攻击》第8集反分裂家庭。老实讲，这一集依旧拍得乱七八糟，剧情继续延续前面那种荒谬设定，但偏偏又要硬扯上政治现实，看的时候真的让人一边皱眉一边忍不住吐槽。不过从这一集开始，我更清楚感觉到这部剧跟大陆的战争题材走向完全是两条路。大陆的戏几乎不用想，肯定是歌功颂德、领导英明、全民团结，最后大家手牵手战胜危机。但这部剧走的方向很不一样，导演好像特别想把台湾人在危机时的丑陋面、自私面都放大给你看，赤裸裸地摆在荧幕前面，观众看了除了无奈就是一阵尴尬。从第1集到第7集几乎都在描绘这些乱象。比如说第1集，总统为了民调自导自演绑架自己儿子；第2集，政治名嘴强哥煽风点火；第3集，媒体高层早就被渗透；第5集，警察居然因为一个日本女人把飞弹钥匙交出去；第7集，更是把地方选举的黑幕、贿选、信仰绑架直接拍得清清楚楚。这些剧情串起来看，整部剧根本不是温情戏，而是一场冷酷的社会解剖。那第8集反分裂家庭又玩了什么花样？我们就按照剧情时间线带大家一步步来拆。故事设定在2024年2月，随着局势不断升温，岛内弥漫着一股撤侨的气氛，许多人抢着买机票想赶快离开台湾。这一集的故事围绕一个小康偏富裕的家庭展开。男主人陈志豪在大陆经营公司，日子过得不错，但眼看情势越来越紧绷，他也急着想买机票，带着太太李佳茹和儿子陈李维一起走。开头还有个插曲，隔壁邻居每天开大声音乐，把一家人吵得心神不宁。请你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好吗？这个细节后来也埋下了伏笔。没多久，李佳茹突然接到安养中心的电话，她的父亲李玉成失智，情况恶化，行动不便，已经没人照料，外籍看护都撤走了，安养中心也快撑不下去，只能通知家属赶快把老人接回去。问题是李佳茹跟父亲几十年没见面，早就没什么感情。母亲离婚之后，她几乎跟父亲断了联系，如今突然被要求接回去，她心里百感交集，说不清到底是愤怒还是无奈。这一段其实很有潜力，本来父女在动荡中重逢可以拍成全剧最催泪的一幕，结果导演只是轻描淡写带过，显得相当潦草，留下的感觉就是当战争与现实的压力逼近，连最基本的亲情都可能经不起考验。另一边，陈志豪到处托人找机票，他请大陆公司的朋友王宇帮忙，好不容易才弄到2张，但只能给他和儿子陈李维。原因是李佳茹曾参加过香港雨伞运动的网络联署，如今被列入黑名单，买不到票。为了替太太也搞到机票，陈志豪只好去找协会会长胡卫平，结果对方一开口就是一张5万美金。太太受不了，5万是美金，放不放？剧情讽刺意味很快点出来，撤侨机票已经彻底变成了牟利的工具，钱到位就能走，没钱就等着被留下。当晚吃饭时，李佳茹发现儿子陈李维的手腕有伤，追问之后才知道儿子在学校被同学霸凌，理由很简单，大家知道他们一家要去中国，就骂他是叛徒，甚至还对他动手。这一段相当刺眼，上一代的政治立场直接变成下一代被孤立、被欺负的理由。社会的撕裂不仅出现在新闻里，更落到每个家庭、每个孩子身上。饭后，李佳茹告诉丈夫安养中心，希望他把父亲接回家，可眼下他们全家也要想办法出国，老人该怎么办？我跟你讲哈，这种时候不要去揽那种事情，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。陈志豪担心太太会因为父亲而犹豫不走，于是再度找上协会会长胡卫平，希望替老丈人也订一张机票。此时票价已经被炒到一张10万美金。可是报价它翻倍了，
连你上次那张也是。为了凑钱，陈志豪竟把李佳茹的嫁妆首饰拿去典当，好不容易才拼出20万美金转给胡卫平，没想到票一直没下文，再打电话过去，传来的却是号码已停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. 陈志豪这才发现自己被骗，气得当场把手机重重摔在地上。结果这里反而变成一幕喜感十足的画面，手机质量太好，观众看了忍不住笑。哎呀，这广告效果比正片还生动，导演是不是该去跟厂商谈个赞助？眼看太太和岳父的机票彻底落空，走不成了，陈志豪心里也慌了。他开始疯狂在社群平台上点赞、转发关于和平协定的贴文，企图营造自己是支持中方的形象，甚至还偷偷用李佳茹的账号发文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。李佳茹很快发现自己的机票被取消，连首饰也不翼而飞。她还不晓得真正的原因，只觉得丈夫在刻意隐瞒。夫妻之间原本脆弱的信任瞬间彻底瓦解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两人去参加朋友聚会时还遭到冷嘲热讽。李佳茹当场情绪崩溃，回家的路上完全失控。回到家时，隔壁邻居又在放刺耳的大声音乐。李佳茹忍无可忍，冲过去理论，却惊讶地发现邻居其实是一位孤单老人，早已死在家里。那音乐只是定时设好的，目的是提醒自己按时吃药。外籍看护早就走了，无人照料，直到死亡也没人察觉。导演显然是想透过这一幕营造社会崩坏的恐慌氛围，暗示战争让人际关系瓦解，但呈现出来的效果却显得突兀又尴尬，反而像硬塞进来的鸡肋情节。最后这个家庭还是没能走成。李佳茹因为曾涉及违反反分裂国家法，连带丈夫也被列入黑名单，全家人彻底被困住。即使在这之前，陈志豪与李佳茹已经协定离婚了，也没有改变最终的结局。所谓反分裂家庭，最后只剩下讽刺与无奈。家庭没能团结，社会也没能团结。导演似乎想传达的是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所谓的团结不过是虚幻的泡影。这里必须额外吐槽一下导演硬塞的几个莫名其妙的情节。第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邻居老太太孤独死，导演硬要把这个桥段拉出来制造恐慌感，可观众心里想的却是，拜托，这段拍的既突兀又生硬，完全像是临时硬加的。第二个是陈志豪在公园遇到一个叫小雪的女孩，按设定她似乎象征着陈志豪的幻想，疑似当年在上海替陈李维提供肾源的人，但剧情根本没展开，结果看起来就像硬插进来凑时长，观众大概只会满头问号，这段到底干嘛的？导演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主线在拍什么？再来就是开头和结尾那2次突兀的离婚桥段，也让人一头雾水。我们离婚吧。老实说，这些片段不仅没加分，反而把本来就已经拖沓的剧情搞得更零散，整体感觉就像导演在端一盘拼拼凑凑的剩菜。好了，本期解说就到这里。你觉得《零日攻击》第8集还有什么亮点吗？还是跟我一样，看完只觉得导演根本没把观众当观众，而是当成猪仔在耍？更让人无语的是，导演完全没有展现台湾民众在战争阴影下积极团结的一面，反而刻意放大那些丑陋和自私，结果不仅让剧情失真，也完全没有起到让人反思战争的作用。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一起来吐槽。